们，我是 mini，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呢，准备去逛商场，那等一下呢，你们会跟着我的镜头，陪着我一起去逛一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学一些实用的中文的口语。诶，好像忘记涂口红了。所以呢，嘴唇的颜色，现在很淡，颜色很淡，那看起来就没有精神。咱们把口红涂起来，我的口红在这里，当当当当，每天我都会随身带着。我现在打开口红的盖子，把口红拧出来，拧出来，你们看，我这支口红快用完了，太有成就感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把一支口红用到差不多快用完，以前都是好像用到半支就找不见了，真的是第一次快用完了。涂口红。好啦，是不是气色特别好，一下子变漂亮了？Let's go。最近北京的天气真的绝了，你们看，我用了之前教你们的词，绝了，绝了，就天气特别的好，然后而且也很暖和，很暖和。我呢，连外套都没有穿。只穿了一件长袖的 T 恤。好，我现在呢去坐地铁，然后带你们一块儿逛商场。等待车门打开，我们准备出地铁啦。出了地铁呢，找一下扶梯上楼。好，我已经从地铁下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站，我要去找出站口。那一般北京的地铁呢，它都会有好几个出站的口 ，A、B、C、D 等等好几个。然后你要根据你去的地方选择那个正确的出站口。我要从这里出去。直接可以进入商场。好的，我已经进入到商场里了。那从地铁那边进来呢，现在是负二层，我们也叫 B2。那其他的楼层用中文怎么说呢？B3层就是负3层。一般情况下，在中国的商场里，负3层都是地下停车场，然后是 B2层、负2层，也就是我现在的这层。再往上呢是负1层、1层、2层、3层等等。那每一层呢，它会有一个大致的分区，也就是说，每一层可能开的店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刚才我们走过的负2层，会有很多的小吃店和饭店。那想吃一些小吃类的，相对便宜一点的那种饭店，你可以去负2层。这里我竟然看到了宜家家居的展位。IKEA 在中文里我们说宜家。负2层呢还会有超市。那我现在坐电梯到负1层，带你们看看负1层都有什么。那这种电梯呢，用中文叫扶梯。那这种呢叫直梯。我们看到这个负1层开了很多的珠宝店，卖各种珠宝啊、首饰啊之类的。
哎，我以前记得这种珠宝店都会开在1楼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是在负1层。我其实已经很久没出来逛过商场了，可能它的格局有一些变化。这一层真的全是卖各种珠宝首饰，还有手表的。这位保洁大叔刚刚一直走在我的后面，真的太搞笑了。这边呢有一家麦当劳，这个用中文我们叫麦当劳。这家的手工艺品看起来很特别，很好看，而且很有中国风。那我们接下来坐电梯继续往上，去1层看看。现在我来到了1层，那1层明显人要多一些。店的话呢，会有更多的服装店，还有化妆品店，可能是各种化妆品啊、香水啊这样的店太多了吧。我上到1层就觉得味道特别的香，因为呢，我是对香味儿特别敏感的，所以刚刚在负2层都是饭的味道、食物的味道，然后1层都是香水的味道。果然啊，这边都是些奢侈品品牌。这个是古驰，迪奥，远处那个是兰蔻，这边还有圣罗兰。哇，这个小蜜蜂好可爱呀！那1层这里还有家咖啡店。这个1层真的没有什么可逛的，所以我现在要上楼去2层看看。那从2层开始，就有很多是卖衣服、卖鞋子的。那我们女生呢，最喜欢逛的就是从这层开始了。哎，这里有卫生间，我要先去个卫生间。这个商场的卫生间还是挺干净的，我进来先照个镜子。这种厕所你们上过吗？这个叫蹲便，坐着的那种我们叫坐便。刚刚呢去了一个洗手间，然后关于中国的商场里的洗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就是一般情况下1楼是没有洗手间的。你如果要去洗手间，要去其他的楼层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1楼没有，2楼啊、3楼啊，或者负1层、负2层都有。再来就是刚刚给你们拍的，我们的洗手间里呢有2种，一种是坐便，一种是蹲便。刚刚有给你们拍到。我在温哥华生活的时候呢，他们那儿是没有那种蹲便的，只有坐便。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，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否用过蹲便。啊，我忽然发现这个角度好漂亮啊，你们看，好好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坐电梯上3楼。3楼这里有一个连廊，它把商场的东区和西区连在一起。我现在呢要去西区逛一逛。现在商场里有很多这种自助的按摩椅，你扫码就可以按摩，还挺方便的。我现在呢是在一家店里看看衣服，刚刚呢挑选了几件裙子，还有衣服，我要去试衣间试一下，因为夏天要到了，要给自己置办一些新的衣服了。好，开始试第一件，这是一件白色的 T 恤。
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好像还不错。下一件试起来，这是一个套装，有上衣和一条长裙，好像也挺好看的，就是颜色深了点。刚才我又试了几件衣服，然后也拍给你们看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是价格有点贵，所以我没有买。我现在买衣服呢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只要让我犹豫的，我就一定不会买。我现在是在4层，我来到商场的4层，这里有一个溜冰场。溜冰场，你们看，好多孩子们在里面学习滑冰。我其实特别喜欢花样滑冰这项运动，但是我自己并不会。那我最喜欢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是金妍儿，我超级崇拜她。其实我也有点后悔自己小时候没去学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挺有这个花样滑冰的天赋的，没准儿我要是学了，也能有很好的成绩。看他们滑，真的好羡慕啊！那商场的4层呢，大部分都是餐厅。你看这家，看起来应该是刚开业的，有好多人在排队等位。现在我来到了5层，5层也依然有很多的饭店。那在5层还有就是电影院，这里是电影院。这边是电影院的检票口，检票口。这里是售票处，售票处。那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看过电影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这个动力去花很贵的票，然后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。那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商场的最高层了，这里是5层，五层，你们看，这个是商场的顶层，顶层。然后刚刚我们走过的4层和5层呢，都是以餐厅居多，餐厅。那这些餐厅呢，价格就会相对要贵一些，特别适合你约朋友出来一起吃饭。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商场里还挺萧条的，相比疫情之前，逛商场的人要少了很多。而且你看，这个商场是我以前经常来逛的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衣服品牌，比如说像Zara 还有优衣库这种，但是现在这个商场里已经没有了。那我们逛商场，大部分可能是因为要约朋友、要见朋友，然后或者是出来吃个饭才会来商场啊，所以感觉这样的大商场未来也不太好过呀。好的，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，我呢也逛得差不多了，准备坐地铁回去了。感谢你们关注我的频道，收看我每一期的节目。如果你也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的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来学中文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，支持我啊！感谢你们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